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Sunny。今天这支影片是2021年投资话题系列节目之新手如何投资美股。我们要从选择股票的方法、关键性财务指标和估值指标来讲如何择股。到了2021年，市场风格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最后再说说仓位管理和投资理念等方面的话题。阳光财经是一档严肃的美股评论及投资类科普频道，欢迎您订阅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投资美股最先碰到的问题是买什么样的股票，甚至呢有观众经常问到今天买什么。无论是今天买还是今年买，一笔交易总是经历先买后卖、低买高卖的过程。那买什么股票，首先要从行业入手。虽然科技股的市值占据美股的比重最大，但从上市公司家数来说，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还不算是最多的。金融行业和医疗保健行业以超过1000家的数量位居前2名，信息技术723家公司排第3。在11个行业当中，有些行业成长很快，一年比一年赚钱多，而有些行业一看就是富得流油，像电信公用事业还有水电燃气，他们是垄断赚钱，闷声发大财，但是利润的增长有限，可能过几年还是这样，就像个老干部，一眼望到头，没有想象空间。而能源、材料、工业等上市公司3个行业在美股加起来超过了1000个，这种行业在好的年份发大财，在坏的年份一个个就濒临破产，关门裁员，这叫做周期性行业。他们的财务状况和业务状况表现出很强的周而复始的规律，衰退得差不多了就要复苏，发展到头了就要衰退。那么在选择股票的时候，首先得把行业考虑在内。有的行业市盈率就是比较高，有的比较低，所以不能单纯去比较市盈率。医疗保健、信息技术一直都是高估值，能源、金融一直都是低估值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医疗、科技是有成长潜力的行业，说不定就发了，所以高估值。而能源、金融那帮煤老板干银行的，一直有钱，却不见得会有高速增长，所以低估值。在选择行业的时候，不能光挑便宜的，便宜的会一直便宜，贵的一直贵。这次给大家报告的这个曲线图就说明了这一点。2020年信息技术行业一路高涨，导致科技股估值几乎追平医疗行业，成为估值最高的行业。2021年，医药和科技2大高估值行业当然也坚持强者恒强的趋势，原因是整个2020年陷入了居家消费，很多科技股受益而大涨。2020年的年度报表必然也是非常优秀，这会支持2个高估值行业继续维持高位。而2020年备受打击的能源、工业、金融行业，到了2021年却有可能走出周期性行业低谷。原因是2020年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，估计全球央行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之多。货币政策的传导需要时间，不是说央行键盘一敲，那大家手上马上拿到钱去买菜，这么短平快的。货币呢是由央行创造，经过商业银行不断派生存款、贷款，放大几倍到达实体经济。而实体经济要把货币增发反映到物价上，还有一个过程，物价上涨刺激了工厂的生产，因为东西涨价了，赶紧加班生产东西来卖，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央行发行的大量货币才真正给实体经济造成冲击。那么2020年宽松货币，2021年市场钞票太多，通货膨胀抬头，对什么行业有好处呢？通胀对电脑、苹果手机、软件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为这些不涨价。通货膨胀对原材料、食品、能源和工业品有好处，因为这些东西要涨价。所以2021年在疫情常态化、经济恢复的情况下，大概率产生物价上涨、适度通胀，周期性股票会有反弹的机会。毕竟我们刚才也看到了，能源、工业、材料等股票是低估得很，便宜得很，便宜加上周期回暖就会大反弹。
受益于通胀和实体经济反弹，银行为首的金融行业也会从不良资产的忧虑当中走出，实现反弹机会。以上关于行业的分析基本上适用于中美两国，一旦通货膨胀， A 股也会出现类似的周期性行业反弹的情况。科技股为王，周期行业反弹可能是2021年股市的特点，这有助于推升指数。有投行分析认为，标普在2021年会涨到4000点。讲完行业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个股的财务指标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。从你觉得有前景的行业中选一只股票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 EPS、PE、ROE、净利润增速和毛利率这5大指标。这5大指标可以说是必看，在大部分炒股软件中，按 F10 就会进入股票基本面研究窗口，在财务分析的部分找到这些关键财务指标。EPS 就是每股收益，我们买股票买的是公司股权的一部分，公司赚了净利润，股东要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的经营成果，所以 EPS 是每逢财报必看指标。市盈率 PE 就是股价除以 EPS， 一般来说市盈率低比市盈率高好，但是亏损企业没有市盈率就不必去比了。同时有些行业市盈率永远是高的，有些呢永远低，那要比较市盈率就得在相同的行业里面比较，你不能拿一个医药股去和钢铁股比市盈率吧。净利润增速，那要在利润表的最下方找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，找到同比增长速度。这个财务数据的重要性在于，它是评估一家企业会一直成长还是不成长，甚至走下坡路的指标。为什么有很多科技股持续上涨？看一下它的净利润增速，就知道它是不是一年赚钱比一年多。刚才说到，股票是公司股权的一个份额，你买的公司赚钱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那你的股票就会容易上涨。净利润增速还要和股票估值相匹配。彼得林奇提出了 PEG 指标，就是把市盈率除以净利润增速得到 PEG。PEG 是一个估值与成长性相匹配的指标，一般认为3以下是比较合适的，太高的话说明估值超过了成长性，股票相对定价偏高。 PEG 是没有披露在报表中的，你得自己用公式计算一下。巴菲特说， It's far better to buy a wonderful company at a fair price than a fair company at a wonderful price。 合理的价格买卓越的公司，远好于用便宜的价格买一个平庸的公司。这句话的要点，一是买卓越的公司，二是用合理的价格。净利润增速和 PEG 2项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评价公司是不是优秀，定价是不是合理。 ROE 那是一个必看的财务指标了，它是净资产收益率。一家公司有总资产有负债，总资产减负债才是净资产。 ROE 就是净利润除以平均净资产。股票短期是投票器，长期是称重机。短期股价波动是情绪、市场和消息影响的，不一定好把握。但长期来看，好公司稳定上涨，烂公司逐渐损失，长期投资收益率会接近 ROE。选择2位数以上的 ROE， 从长期来看能达到年化 10% 以上的投资收益，复利增长就会非常惊人。再看毛利率，毛利率是衡量一家公司有没有护城河的财务指标。比如卖100块钱的东西，扣掉主营成本可以赚90块钱，那毛利率高得惊人。卖100块钱只赚1毛钱，这生意只能靠薄利多销。毛利率越高，说明这东西越难以竞争。只要竞争充分了，毛利率就会降到社会平均的利润率。那么我们找到毛利率高的公司，本质上是在找具有一定垄断能力的公司。这样的公司有技术优势或品牌优势，能在较少的竞争中躺着赚钱。行业分析和财务分析是基本面分析的重要部分，弄完了之后，选择股票需要的工作就完成了大半。剩下的呢，就是技术分析，选择什么时候买入和卖出，做好资金管理和心态管理。接下来我们讲讲仓位管理。关于仓位管理有2个要点，一是资金利用率多少，另一个呢是持仓集中度怎么样。我们先说资金利用率，也就是说，假设你有2万美金，是要用足这2万满仓买股票，还是只用一部分？
剩下的准备抄底，这取决于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。如果你只动用一半的资金，那么仓位就是 50%， 这个比例可以根据风险偏好进行调整。一般来说，仓位越大，上涨时赚的越多，下跌时亏损也越大。仓位小，别人涨了，你只能后悔没多买一点。美股在10几年来都是涨多跌少的，只要坚持价值投资，紧跟大盘节奏，大概率可以与美联储共舞。2021年不要空仓，但是也不必满仓，空仓踏空和满仓暴跌都会心态爆炸，不利于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一半左右的仓位，涨了赚钞票，跌了有钱补股票，攻守自如。不过还是有很多胆子大的，永远满仓，甚至融资，只要艺高人胆大，完全没问题。另一个要点是持仓集中度，也就是说要买一大堆股票，还是集中去攻击2-3只股票呢？巴菲特就有一个关于分散投资的名言，在巴菲特看来，分散投资买一篮子股票是保护无知，因为不懂投资的关键，只好买一堆来对冲。如果你充分了解自己的投资，懂得其中的风险有多大，潜在收益又有多少，那根本不需要买太多的个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买的股票太多，比方说买了10只以上，你一个公司的基本面都无法吃透，你哪有时间去分析和研究10几个公司呢？10几个公司每周都有很多新鲜事件，你跟踪得过来吗？试想一下，你一天上班8个小时所在的公司，你真的已经非常了解了吗？如果8个小时待在公司内部都无法让你对你所上班的公司了如指掌，你又如何确保短短的业余时间研究的那么多公司是准确无误的呢？所以时间精力决定我们无法在太多股票上面深耕细作。投资你最喜欢的公司，多花点时间了解它，对它的发展充分了解，可能比囫囵吞枣搞10几20几家公司要好呀。比如说三立的搭档 Mars，80% 的仓位搞一只芯片股，胆子大得很的，赚钱了眉开眼笑，亏钱关灯吃面，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